我告诫婆婆别在洗碗池里混洗内裤和袜子，她却对我的话置若罔闻，直接将袜子丢进了炒菜锅里。我再次提醒婆婆别随意翻我东西，她却在深夜把我的衣柜搅得天翻地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无法忍受，找到老公寻求公道，谁知婆婆却开始了她的表演，哭闹撒泼，反咬一口。老公愤怒地指责我妈身体不舒服，你就不能多包容点？我愤怒至极，抬手就给了老公一个耳光，有病就去医院治，我可不是保姆，不伺候这些乱七八糟的事。和老公结婚满100日之际，婆婆竟然堂而皇之地搬进了我们的婚房，美其名曰是要照顾我和老公的饮食起居。然而，她的诸多习惯却让我倍感煎熬，实在难以忍受。天哪！一声尖叫划破了宁静的午后，我看到洗碗池里竟赫然放着袜子和内裤。你鬼叫什么？吓我一大跳！婆婆闻声冲进来，双手叉腰，一脸不悦地质问我。我指着洗碗池，气得半天才挤出话来：妈，这里是洗碗池，您怎么能在这儿洗袜子和内裤呢？婆婆却不以为意，反驳道：怎么了？这水又不用来喝，你叫什么叫？我气得直跺脚，看着那令人作呕的袜子和内裤，心中的恶心感油然而生。这以后吃饭恐怕都会有心理阴影了。婆婆站在那里，被我吼得面色尴尬，却仍不肯让步，嫌恶心。那你就别看了，真是矫情！我忍无可忍，怒道：妈，您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个人卫生习惯？这样真的很让人受不了。没想到婆婆竟然拿起袜子，一把甩进了锅里，挑衅地看着我，让你看看什么才叫真恶心！你这般矫情，真是没见过世面！我瞬间怒火中烧，血压飙升。这婆婆实在是太不可理喻了！我抓起锅，毫不犹豫地扔进了垃圾桶。婆婆见状，跳起脚来与我争执。我活了这么多年，习惯就这样，我儿子都没说什么，你倒是矫情个没完！这是我和婆婆的第一次正面冲突。以前她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习惯，我都尽量忍耐了，但现在我真的无法再忍受下去。我拿起包，摔门而出。这样的婆婆，我真是惹不起也躲不起。只希望她能尽快回农村老家去，别再给我添堵了。没结婚前，我老公梁宇则是淡淡地对我说，他妈绝不会住进我们的家。他强调年轻人和老年人生活习惯不同，为了避免婆媳矛盾，他妈也有此共识。我当时还为此感到庆幸，觉得有个明理的婆婆真是幸运。然而才短短3个月，现实就让我大跌眼镜。那天清晨，婆婆风尘仆仆地从老家赶来，手里大包小包地提着。一进门，她就热情地说，家里种的菜没打过农药，给你们尝尝鲜，俺也想你们了，来住几天。我初时还觉得她朴实可亲，心想她既然来了，住上几天也无妨。没想到婆婆住下后，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。她每天既不帮忙打扫卫生，也不尊重我的生活习惯。我辛苦打扫的家，下班后却变得一片狼藉，地板上满是泥脚印，厨房里的调料瓶乱放，连垃圾袋都被她换成了不合适的购物袋。我多次提醒，她却置若罔闻。我想着，她住一段时间就会走，农村来的老人家习惯难改也是人之常情。可是今天我竟然发现她在洗碗池里洗袜子和内裤。我无法想象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她是不是每天都这样？
一股恶心感涌上心头。我立即拍照发给了老公梁宇，他只能无奈地回了个苦笑的表情。我以为今天的事情会让婆婆收敛一些，可是我上完瑜伽课回来，却发现卧室的柜子被翻得乱七八糟。我顿时火冒三丈，走到婆婆面前，尽量平静地说：“妈，请您尊重我的隐私，不要乱翻我的东西，尤其是卧室。您不应该进。”然而，婆婆却一脸无所谓的回答：“这是我儿子的家，我怎么就不能进了？你的东西又没写你名字，他认识你吗？”她的话让我无言以对，心中的怒火却越烧越旺。看来这次的婆媳矛盾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我心中暗骂：这哪里是人话，分明是无理取闹！我深吸一口气，将满腔的怒火强行压下，不想与这无理之人过多纠缠。然而半夜时分，我正与老公沉浸在梦乡之中，朦胧间，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传入耳中。我猛然惊醒，迅速开灯，眼前的一幕让我惊愕不已。婆婆正弯着腰在我的柜子里翻找着什么，我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怒火，厉声质问道：“妈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”同时，我踹了踹身旁仍在酣睡的老公。婆婆被我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慌张地站了起来，嘴里辩解道：“我就是找点东西用，你大半夜不睡觉，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？”她的辩解更让我怒火中烧。我站起身，大声质问道：“大半夜的你不睡觉，翻我柜子找什么东西？你说清楚！”此时，老公也被吵醒，虽然睡眼朦胧，但也看出了事态的严重性。婆婆见我态度坚决，一时不知所措，竟向我老公求救：“儿子，我就是想找点东西，你看你媳妇这么不依不饶的。”我简直被她的无理取闹气笑了。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难缠的婆婆？我指着地上的贴身用品和内衣，怒道：“妈，你进这个家以来做了多少让人难以接受的事？你自己说还是我说？”婆婆被我对得无言以对，只能求救于我儿子。然而我儿子也被我的怒火所感染，他看着我，一脸为难。我知道他夹在中间很为难，但是我也不能让我妈这样无理取闹下去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尽量平复自己的情绪，然后转向我老公说道：“梁宇，你妈这样做你不管吗？你看看她都做了什么？我发给你的图片你无视也就算了，现在这可是就发生在你眼前，在我们的卧室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”我老公看着我怒气冲冲的样子，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他的脸色憋得通红，一边是妈妈，一边是老婆，他确实很难做出选择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婆婆突然躺在地上开始撒泼打滚起来。我这是遭人嫌弃啊！你想撵我出去就直说，我造了什么孽呀？她一边哭诉，一边把责任推向我。我看着他这副无赖的样子，心中的怒火再次被点燃。我正要发火，我老公却突然指着我怒骂道：“张映雪，我妈都生病了，你为什么不能让着她一点？”我听着他的话，心中的怒火瞬间达到了顶点。我反手给了他一巴掌，怒道：“有病就送医院去，老娘不伺候！”这一巴掌在深夜里显得异常清脆，婆婆的哭声也瞬间停了下来。然而她并没有善罢甘休，而是爬起来狠狠地将我推倒在地。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直接摔倒在地，头也重重地摔了一下，疼得我眼冒金星。然而这还不算完，婆婆竟然骑在我身上，疯狂地殴打我。“小贱人，你居然打我儿子！看我不打死你！”
她一边打一边骂道：“我婆婆的力气大得惊人，毕竟她可是山里搬石头的能手，而我连提一桶5升的矿泉水都觉得费劲。此刻，我只觉得整个人像是被巨石压住，骨头都快被她压碎了。她那双结实的手掌和拳头在我身上雨点般的落下，每一下都打得我生疼。我大声呼喊着老公的名字：“梁宇，你个王八蛋，快把你妈拉开！”然而，我老公却慢吞吞地走过来，刚想伸手去拉他妈，就被老太婆一把推开。她怒气冲冲地喊道：“一边去！打倒的媳妇，揉倒的面，你看他嚣张成什么样了！我今天非好好教训他不可，让他日后还敢不敢这么猖狂！”听着他这番话，我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。我狠狠地瞪了老公一眼，他在这一刻，在我心里的形象已经荡然无存。想当年，我和梁宇是自由恋爱，我出生于上海，家境优越，而他则是来自农村的小伙子。他追了我整整2年，最终是他身上的那股淳朴和真诚打动了我。作为独生女，我在结婚时并没有对梁宇提出过多的要求，房子、车子，甚至连彩礼都没有要，因为我相信，只要梁宇对我好，这些物质的东西都不重要。然而，现实却如此残酷，这么快就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我用尽全身的力气，一个翻身将婆婆从身上甩开。她摔在地上，疼得嗷嗷直叫：“小贱人，反了你了！”婆婆一边爬起来，一边怒骂。我站起来，指着老公大声骂道：“你他妈的混蛋！我们离婚，带着你妈给我滚出去！”我指着房门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立即拨打了110报警电话。老公想过来抢我的手机，我迅速冲进另一个卧室，并反锁了门。他在门外不停地道歉：“老婆，别闹了，都是我错了，还不行吗？”这种毫无诚意的道歉，我如何能接受？我在门内冷笑一声，心中已经有了决定，我一定要让梁宇净身出户。今天我所受的屈辱，我要让这对母子千百倍地还回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的身体还是不停地发抖。原来气到极致的时候，心真的会发慌，身体也会颤抖不止。门外，无论梁宇和他妈说些什么，我都已经不想再听了。没一会儿，我听到敲门声，声音急促，我的心也随之一紧。是警察来了，他们的到来像是为这混乱的夜晚带来了一丝公正。当我老公跟警察解释说是误会时，我夺门而出，毫不犹豫地走到警察面前。警察同志，是我婆婆打了我，我要求验伤，告她故意殴打伤害罪。我指着婆婆，声音坚定而有力，向警察控诉她的恶行。我老公在一旁拼命地向我使眼色，试图让我息事宁人，但我根本就不搭理他。现在想让我饶过他妈了？哼，门都没有！我婆婆一听我要告她，顿时急了，急忙向警察辩解：“是他先打我儿子的，他也打了我，不信你们问问我儿子。”婆婆一边辩解，一边拉过我的老公，示意让他儿子为他作证。看着他那急切又心虚的样子，我心里冷笑，果然是天下乌鸦一般黑。他这谎话连篇的本事，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然而我那老公居然也厚颜无耻地说道：“我妈这把岁数了，怎么可能打得了我老婆？警察同志，真的就是误会，真是麻烦你们跑一趟了。”他虚伪又极力袒护他妈的样子，让我只觉得恶心。我只恨自己当初为何会被他的外表所迷惑。不过，他们以为在警察面前撒泼耍赖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吗？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毫不退让地说道：“既然你说我打了你，那就验伤，
如果是污蔑，我依然会起诉控告。这一夜，我人生中第一次踏进了警察局的大门，虽然心里有些忐忑，但我知道这是我为自己争取权益的必要步骤。做完笔供后，我婆婆被拘留了下来，而我也因为受伤住进了医院，等待第二天的验伤。我老公站在病床前，一脸铁青地看着我：“映雪，你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肯罢休？她可是我妈，你怎么能把她送进警察局呢？”我抬起头，冷冷地盯着她看了一会，然后说道：“梁宇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怎么会看上你？妈宝男，罢休！我告诉你，梁宇，我绝不会罢休。他今天对我做的一切，我整死他都不为过。”我攥着拳头，心里的恨意从心底蔓延至全身，这种怒火无处可宣泄的感觉，让人窒息而又抓狂。被我称为妈宝男的时候，梁宇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至极，他红着眼睛冲我吼道：“她是我妈，你报复她，那又将我放在什么位置？”我不禁觉得好笑，这个男人到现在还在为他妈辩解，却丝毫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说道：“从今天开始，你梁宇和我再无任何关系，或许我们还是仇人呢。离婚，我会找专门的律师，我会让你净身出户。现在请你从这里出去，我不想看到你。”我的语气决绝而冷漠。这一刻，我已经对这个男人彻底失望。此时，我爸妈赶到了医院，一进门，我妈看到我脸上的伤，眼泪瞬间流了下来。“孩子，对不起，妈妈来晚了。”她的声音带着无尽的愧疚和心疼。这一刻，我所有的委屈和坚强都瞬间崩溃，泣不成声。而后，我妈起身走到梁宇面前，啪啪啪接连甩了他3个响亮的耳光。“这一巴掌是替你妈挨的，剩下2巴掌就是给你的。”我妈气得浑身颤抖，咬着牙看着梁宇。梁宇低着头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。”虽然声音很小，但我还是听到了。我爸虽然没有动手打梁宇，但是一个凌厉的眼神就让梁宇无地自容，羞愧得不敢抬头。随后，我爸冷冷地跟梁宇说了一句话：“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立刻离开。”梁宇尴尬地喊了一声，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。我爸瞥了他一眼，语气冷淡而坚决：“别叫我爸，我受不起。我女儿说了，让你立刻出去。”梁宇面色惨白，不敢再有任何反驳，只能带着几分畏惧离开了病房。后来从护士口中得知，他竟在外头守了一夜，直到第二天医生安排我验伤，他才默默离去。验伤报告终于出炉，轻微脑震荡和皮外伤，这些足以让那老太太在拘留所度过15日。得知这一消息，梁宇的电话几乎打爆了我的手机。他知道，只要我愿意和解，老太太或许能避免这15日的牢狱之灾。但我心意已决，我要让那老太太尝尝苦头，即便是关她10年8年，也难解我心中之恨。在协商和解的过程中，我与老太太、梁宇3人坐在同一间屋子里。老太太的眼神充满了怨恨，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。她拍着桌子，声音恶狠狠地说道：“张映雪，我可是你婆婆，你竟然大不敬地将我送进监狱，就不怕遭天谴吗？我一个60多岁的老人，竟被自己的儿媳妇亲手送进这里，这口气我怎么能咽得下？”我冷笑一声，回应道：“婆婆这个词你也配？很快你就什么都不是了。映雪，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离婚，你对我妈放尊重些。”梁宇指着我，语气中带着几分责备。我抬头瞥了他一眼，语气中充满了嘲讽：“那是你妈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
你没有资格要求我怎样对待他，更何况他那些为老不尊的行为，你何曾替我说过一句话？他骑在我身上打我的时候，你冷漠的嘴脸我永远都记得，我永远都不可能原谅你。梁宇被我对得面色难看，眼中闪过一丝愧疚，他试图缓和气氛，说道：映雪，我妈一个人供我读书上大学，真的很不容易，你体谅一下，我会让她慢慢改掉那些坏习惯，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，好吗？听到梁宇这不要脸的请求，我心中一阵恶心，几乎要吐出来。我嗤之以鼻，反驳道：呸，别恶心我了，你妈不容易，那是因为她命不好，养你不容易，那你就好好守着你妈过下半辈子吧。竟然还想把她的不容易强加到我身上。梁宇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个妈宝男呢？我一顿输出，心中甚是解气，看着婆婆那愤怒的几乎要瞪出眼珠子的样子，我更是觉得痛快。她怒斥道：张映雪，你还有没有教养？不想过就直说，别把责任都推到我儿子身上，就你那一身的矫情病。说实话，打一开始我就没看上你这儿媳妇，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，纯粹一个花瓶。我呸！听到他这番话，我简直要被气笑了。还没看上我，真是笑话。他那穷酸的家庭我都没嫌弃，他竟然敢嫌弃我。刘桂香，是不是我平日对你太客气了？你那穷乡僻壤的家，有什么资格看不上我？我毫不客气地直呼婆婆大名，她既然不尊重我，我又何必对她客气？你个小贱蹄子，刘桂香也是你能叫的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婆婆怒不可遏，冲着我就要动手。此时，一名警官走了进来，大声呵斥道：干什么？这里是警局，让你们来协商和解，怎么吵成这样，还想动手打人？警官严厉地训斥着婆婆，显然他刚才看到的是婆婆气势汹汹要打我的场面。而梁宇此时急忙上前解释：警官，是我老婆对我妈不敬，所以我妈一时情绪激动。梁宇还在为婆婆辩解，但我却一点也不在意。现在无论我怎么对待她妈，我都无需再顾及她的感受了。警官，我们协商无果，我还是坚持我的决定，不原谅。我站起身，拿起背包准备离开。梁宇急忙跑过来，拉住我的背包：映雪，你可以打我骂我，但不能这样对待一个60多岁的老人。他要是被拘留，出去后怎么见人？你让他怎么承受？我冷笑一声：梁宇，你现在求我，不觉得太晚了吗？你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对你彻底死心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就是要让他丢脸，就是要让他尝尝拘留的滋味。至于打他，哼，我怕脏了我的手。此时，婆婆又开始对我破口大骂，那些污言秽语不堪入耳。我走到警官面前，平静地问：当众辱骂他人，需要多拘留几天？警官一愣，显然被我的问题问得有些措手不及。他看了看正在骂骂咧咧的婆婆，回答道：至少7日，罚款1000，最多可以拘留15日。我点了点头，那就不要罚款了，直接多拘留15日吧。笔录和证据你们应该都有吧？我就不用提供了。我指了指和解室内的摄像头，警官微微一笑：确实不必。我心情愉悦地离开了警局，完全无视了身后梁宇的呼喊声。他想求情，哼，他配吗？回到家，我立刻动手将婆婆的所有物品，包括梁宇的，全部扔到了门外。然后我花了整整2天时间，将家里彻底打扫干净，清除了婆婆留下的所有痕迹。过了3天，我催促律师找梁宇商议离婚协议。然而
梁宇却坚决不肯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他声称要等他妈出狱后再处理离婚事宜，真是个典型的妈宝男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没过2周，梁宇竟然带着他的母亲回来了。我望着门外的他们，立刻拨打了警局的电话。警局给我的答复是，老太太高血压频发，整天绝食喊头晕，在里面闹得不可开交，他们担心出人命，只能先让她回家看病，再择日处罚。我不禁佩服这老太太，居然能让警察都束手无策。看来要对付这种恶人，只能以恶制恶了。张映雪，开门，我们还没离婚呢，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梁宇在外面大声喊道。我打开门，隔着防盗门冷冷地说，即使没离婚，这房子也是我爸妈买给我的，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你们有多远滚多远，行李在那儿，慢走不送。我指了指门外的行李，老太太却紧紧抓住防盗门，咬牙切齿地说，我们不走，既然结了婚，这房子就得有我儿子一半。我只觉得他可笑至极，他现在的模样简直就像动物园里爬栏杆的黑熊。我不懂法，不跟你计较，我知道你擅长装病装疯，可惜这辈子没当演员。我嘲讽道，梁宇，赶紧带你妈滚，明天把离婚手续办了，谁不去谁是缩头王八蛋。我鄙夷地看着梁宇，现在觉得他越来越像个废物妈宝男。梁宇脸色铁青，他恨恨地看着我，张映雪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没想到你如此绝情。我梁宇若不离婚就是孙子，明天就离，但是今天没办手续，这里我有权居住，请开门。他强硬地说道。我笑了笑，这话你说的没错，但我绝不可能让进来，所以麻烦你们今晚去外面找地方住，我这里不方便。我毫不客气地回绝，想要请他们出去可不容易，这尊大佛我可不敢请，我太了解我那婆婆的性格了，再放她进来，估计又得闹得天翻地覆。梁宇虽然有些自尊心，但听我这么说，也只好憋着气，拉过他妈的手劝说，妈，我们不进去，我带您出去住大酒店，大酒店不得花钱呢，我哪也不去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想离婚没那么容易。老太太一屁股坐在了防盗门边，一副与我杠到底的架势。我干脆利落地关上门，眼不见为净，图个清静。这一夜，老太太在门外骂声连连，声震楼道，估计邻居们都被吵得不得安宁。我偶尔能听见梁宇的劝说声，但显然没什么效果，最后他也只能任由母亲闹腾。打开手机，业主群里早已炸开了锅，怨声载道，还有人偷偷拍了老太太坐在地上面目狰狞的照片，她一夜之间成了网红。早上开门时，老太太依旧倚着防盗门，呼噜声震天响，仿佛昨夜的闹腾对她毫无影响。我猛地推开门，她一个踉跄，摔了个四脚朝天。哎呦，你这该死的！她刚要骂人，我手中的咖啡杯恰巧摔落在她脸上和嘴里。啊，呸呸呸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你想毒死我？她惊慌失措地大喊。梁宇呀，你快来！你妈被人下毒了，快打120！梁宇本来还蜷缩在行李堆里，被他妈这么一喊，迷迷糊糊地抬起头，看到老太太一脸的黑咖啡，他才清醒过来。妈，这不是毒药，是咖啡！梁宇愤怒地瞪着我。张映雪，你太过分了，竟然拿咖啡泼我妈！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？我瞥了他一眼，不屑地说，我这咖啡60块钱一杯呢，泼他我还嫌浪费呢。恶婆婆气得捶胸顿足，你这小蹄子，居然说我连60块钱都不值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说着她又要动手，
这时我爸妈赶到了，我爸一声怒喝：“你动我女儿一根头发试试！”我爸身材魁梧，一把将我护在身后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老太太。我婆婆见状，顿时怂了：“亲家呀，我冤枉啊！他张映雪把我们娘俩赶出门外，让我们在外面受了一夜的苦啊！可怜我！”他又开始装可怜，想要博取同情。好好说话，别鬼哭狼嚎的。我爸皱眉，再次厉声警告。我婆婆立刻收敛了哭嚎，调整情绪，但眼中仍闪烁着狡黠。爸妈，你们来了。梁宇生怕他妈受委屈，抢着开口：“你们也看到了，映雪昨晚将我和我妈的行李都扔了出来，我们母子俩在外面蹲了一夜。今早映雪又泼了我妈一脸咖啡。”梁宇满脸委屈，仿佛我才是那个罪魁祸首。我爸看了我一眼，没有理会梁宇，只问我：“女儿，确定要离婚？想清楚了吗？”我坚决地点头。这婚不离，难道还留着过年吗？我爸之所以这样问，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梁宇，知道他不能给我一生的幸福。我爸的精明远超过我的想象。当年我第一次带梁宇回家见父母，我妈对他的家境有些不满，但我爸并不介意这些，他只问梁宇一句：“你能做到一辈子让我女儿不受委屈吗？我要你亲口保证。”梁宇当时信誓旦旦地说：“一定做到。”然而结婚仅仅3月，他就违背了对我爸的承诺。离，我已经想清楚了。我斩钉截铁地回答。我爸听我这么坚决，便对梁宇说：“那就去办手续，顺便把你妈带走，否则别怪我不留情面。”老太太被我爸的气势吓得一声不吭，这与他在警察局的嚣张态度截然不同。梁宇在我爸面前也不敢造次，提起行李看了我一眼。1个小时后，民政局见。不，儿子，咱不能离婚啊！妈真的没想让你们离婚呀！老太太一听我爸和梁宇的话，瞬间惊慌失措，她扑通一声跪在我父母面前，泪流满面的忏悔：“亲家，都是我老婆子一人的错，跟我儿子没有关系啊！千万别让他们离婚呀！都说宁拆10座庙，不拆一桩婚呢。”看着他痛哭流涕的样子，不知情的人或许会被他的忏悔所感动，但我知道这不过是他惯用的伎俩罢了。我妈愤怒地斥责道：“你不想让他们离婚？看看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！我们捧在手心里的宝贝，从未舍得动她一根指头。你倒好，居然敢动手打她！我作为母亲，没替她打回去，算我没用。”我妈说着，眼泪便止不住地滑落。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她早就难以忍受了。我爸发信息告诉我，他整夜失眠，却又不敢多问，怕给我增添压力。家婆被我妈的指责说得面红耳赤，连连向我妈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映雪妈妈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对映雪动手。”她边说着，还边轻轻扇了自己几巴掌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她并未用力。我那愚孝又妈宝男的老公见他妈这样自虐，立刻跪在她面前，心疼地握住她的手：“妈，您这是何必呢？这事不全是您的错，是儿子没用，让您受委屈了。孩子，我知道我来这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我明天就回老家去。你快劝劝映雪，别让她离婚。够了，我真是看够了这场闹剧，想演母子情深，请换个地方。现在演给谁看？家婆那假惺惺的样子真让人恶心。行了，都是当妈的，你疼儿子我理解，但我也疼我女儿，请你别在这儿捣乱，让开！我妈冷静地对家婆说道。见我妈不给面子，家婆又把矛头对准了我，她跪着向前挪了几步。我爸见状，一把将她拽了起来：“请放尊重些，有话好好说，
别动不动就演戏，我们不吃这一套。我爸的严厉让婆婆瑟缩了一下，她不敢抬头看我爸，只是小声地说：“我错了，我不跪了。”此刻她哪里还有之前的嚣张？果然，恶人还得恶人磨。我爸的威严让他瞬间老实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见老爸如此生气，他像拎小鸡一样把家婆拎了起来。如果不是这种场合，我恐怕早就被他这举动逗笑了。但我知道，这是他对我的深沉的爱，他只是想保护我，没有其他想法。看着为我出头的父母，我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温暖。家婆被我爸的气势震慑得哑口无言，她连忙转移目标，将哀求的目光投向我。映雪，妈真的知道错了，真心诚意的道歉。你看，妈已经受到惩罚了。如果你心里还有气，就打梁宇一顿吧，或者打我也行，我绝不还手。我冷眼看着他的哀求，他眼中的慌乱虽真，但我怎么可能因为几句道歉就轻易原谅他呢？你的演技太差了，我懒得看。每当看到婆婆那张脸，我就觉得恶心。她见我不为所动，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我心里不禁冷笑，谁说道歉了就一定要原谅？你捅我一刀，再给我一颗糖吗？张映雪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，哪怕你现在死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原谅。我的话说得决绝而狠厉，婆婆怔怔地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慌乱。我真的没想让你们离婚，我再糊涂也不会。我打断她的话，讽刺道：对，你是没想让我们离婚，你只是想说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，想让我对你服服帖帖。你把袜子丢进锅里，我是不是还得给你鼓掌叫好？你半夜翻我东西，我是不是还得装死？别拿无知当借口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我后退几步，实在受不了婆婆身上的味道。从始至终，梁宇一直沉默着，她的拳头握紧又松开，紧抿的薄唇和铁青的脸色显示着她内心的挣扎和压抑。我理解她的心情，看着自己的母亲这样低声下气地赔礼道歉，她心里肯定不好受。但如果不是我爸妈在场，仅凭我对婆婆说的那些话，梁宇就足以对我大发雷霆了。见我看着他，梁宇终于开口了：映雪，你可以不原谅我吗？但你真的不在乎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吗？我看着他痛苦的表情，心中反而更加反感。梁宇，多说无益，在你冷漠地看着你妈打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选错了人，所以你说的在乎又算什么？我的反问让梁宇一时语塞。好，我明白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平静。我尊重你的选择，婚姻这条路我确实走错了，及时回头，及时止损，我也没什么可遗憾的。毕竟我还有更爱我的父母。我转身就要进房，梁宇突然伸手拉住了我。映雪，你真的决定好了吗？不再考虑一下？我甩开他的手，语气冷硬。梁宇，别婆婆妈妈的，签字吧，好聚好散。他怔怔地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痛楚。我知道他此刻心里肯定五味杂陈，但我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顾及他的感受了。好，我明白了，他低声说道，然后缓缓松开了手。我看着他转身走向书房的背影，心中一阵释然。第二天，梁宇将签好字的离婚协议递给了我。我看着那张薄薄的纸，心中却没有丝毫波澜。谢谢你，梁宇。我接过协议，淡淡的说道。他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映雪，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？我们可以。梁宇，别说了。我打断了他的话，不想再给他任何希望。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解决的。我已经决定了，
希望你也能尊重我的选择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点了点头。好，我明白了，祝你以后幸福。他说完这句话，就转身离开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慨。离婚后的日子，我过得平静而充实。我重新找了一份工作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父母也一直在身边支持着我，让我感到无比温暖。而梁宇，我听说他离开了我之后，过得并不好。他的母亲因为这件事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身体也每况愈下。他既要照顾母亲，又要面对工作上的压力，整个人变得憔悴不堪。对于这些消息，我只是淡淡的听着，没有过多的反应。我知道这已经是他的事情了，与我无关。然而，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，我又遇到了梁宇。那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，我去超市买些日用品，在结账的时候，我无意间抬头，看到了梁宇正站在不远处看着我。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，一时间，仿佛时间都静止了。映雪，他轻声唤着我的名字，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。我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转身继续结账。我不想跟他有过多的纠缠，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。然而，他却跟了上来。映雪，我们谈谈吧，他在我身后说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恳求。我停下脚步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好吧，你说吧。我转身面对他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。他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映雪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妈的事情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我知道我那时候没有站在你这边，让你受了很多委屈，我真的很后悔。他说着，声音渐渐哽咽起来。我看着他，心中却没有丝毫波澜。这些话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梁宇，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